你好，欢迎回到深入历史。如果这档节目曾在某个深夜给过你片刻的安宁，欢迎点赞订阅，或者在评论区留下你今晚的城市坐标。现在请把灯调暗，找个舒服的姿势，放慢呼吸。今晚我们来聊聊一个人，一个成功到让人害怕的狠人，他叫范蠡。你可能听过他的名号：谋圣、商圣、财神。春秋战国几百年，能同时攒下这3个头衔的，独他一份。帮助一个濒临灭国的君王翻盘，干掉不可一世的吴国。攻城之后不恋权位，转身去做生意。19年间3度攒下千金巨富，又3度散尽家财，最后活了近90岁。在那个平均寿命不到40岁的年代，得了善终，听起来像开了挂的人生，对吧？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反直觉的真相，范蠡不是成功学的偶像，他是一个被恐惧驱动了一辈子的逃亡者。他这辈子最大的本事不是算无一策，而是逃跑。从楚国跑路，从越国跑路，从齐国跑路，从财富中跑路。他每一次站上人生巅峰，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而是盘算怎么安全地离开。他把功成身退4个字玩到了极致，极致到让普通人觉得不可思议。权力你不要，富贵你也不要，你到底要什么？答案很简单，他要命。他只是比所有人都更早地看清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那个时代，成功之后等待你的往往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把磨得锃亮的刀。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他第一次逃跑说起。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前6世纪的楚国南阳郡宛地。公元前536年，一个男婴出生在宛地3户村的一户普通人家，没有电闪雷鸣，没有祥云笼罩，连他父亲的名字都没能在时光里留下痕迹。这个孩子后来取名范蠡，蠡是贝壳做的瓢，一种最寻常不过的容器。一个底层家庭给儿子取这种名字，大概从没指望过他日后能装下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范蠡的脑子偏偏不寻常，他从小就显露出一种让周围人不安的特质，太会算，不是算术，是算人。他能从邻居一个眼神里判断出对方是善意还是恶意，能从乡里一句漫不经心的话里听出背后有没有陷阱。这种敏感不是天生的天赋，而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为了活下去必须长出来的铠甲。他拼命读书，没有老师就蹭别人的课，没有竹简就借来连夜抄录。兵法、经济、律法、星象，什么能帮他看懂这个世界，他就学什么。楚国的文化底子厚，民间散落着不少前朝流传的竹简，他像一块泡在水里的海绵，把所有能接触到的知识都吸进身体里。可学得越多，他越发现一个让他喘不过气的事实。在这个国家，才华没用。春秋末期的楚国，政治结构已经烂到了骨子里，几大家族像盘根错节的老榕树，把朝堂上下遮得密不透风。阳光和雨露从来落不到平民身上，国家最重要的官职全在大家族手里轮流转。一个平民的儿子，就算脑子比孔子还灵，手腕比管仲还硬，也永远跨不进那个圈子。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是因为你姓错了。楚国有延续100年的氏族士官制，这不是写在律法里的规矩，却比律法更坚硬。它像一堵透明的墙，你看得见墙那边的荣华富贵，可你拼尽全力也穿不过去。范蠡站在墙这边，把拳头攥得咯咯响。他试过，他一定试过。年轻时的他肯定也曾抱着自己抄录的竹简，一次次去找当地的官员，想谋一份能施展抱负的差事。但结果不用猜，人家看他一眼，问一句：你父亲是哪个大夫的门客？他答不上来，对方就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把他打发走了。这种羞辱比挨一顿打还疼。挨打只是皮肉苦，这种羞辱却明明白白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
你只是一块会走路的泥土。范蠡没有把愤怒挂在脸上，至少他没有让任何人看见他的愤怒。他做了一件让整个宛城都觉得诡异的事，他开始装疯。这不是崩溃，不是自暴自弃，这是他精密计算后落下的第一步棋。他开始披头散发，穿得破破烂烂，在宛城的集市上胡言乱语。但如果你在那一刻凑近看他的眼睛，你会发现那双眼睛清醒的像冬天的冰。他不是疯，他是在藏。在一个阶层彻底固化的社会里，一个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如果表现得太过正常，太过优秀，只有2种下场：要么被当成威胁，狠狠打压，要么被当成工具，用完就扔。但如果你疯了，你就成了一个无害的存在。没人会防备一个疯子，也没人会跟一个疯子计较。疯子反而能获得一种怪异的自由，他可以随意走动，随意说话，随意观察这个世界的运转，而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就是范蠡的第一层算计。当环境不给你舞台，你就自己造一个观众席。他躲在疯子的面具后面，冷眼看着这个国家的腐朽，等待一个能认出他的人。他等了很久，直到那个人出现，文仲，楚国人，刚被任命为宛地的县令。这个人跟范蠡一样，没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全靠真本事一步步爬上来。他有个特点，喜欢打听民间的怪人，因为他太清楚了，真正有本事的人往往不会出现在正常的轨道上，轨道早就被贵族堵死了，有本事的人只能走野路子。他听说宛地有个疯子，不好好待在家里，整天在集市上闹。文仲没笑，他皱起眉头，说了一句让人后背发凉的话：真正有才华的人往往会被世俗当成疯子。他派了一个小吏去探访，小吏回来一脸嫌弃，说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满嘴胡话，还朝他吐口水。文仲没信，他决定自己去。那一天，范蠡正蹲在墙根底下用泥巴糊脸，他看见远处走来一个人，穿着官服，气度非凡。文仲走到他面前，停下，没有笑，没有后退，就那么站着，低头看着他。过了很久，久到连路过的行人都停下脚步看热闹。范蠡慢慢站了起来，他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用袖子擦掉脸上的泥巴，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眼窝深陷的脸。那一天，两个人从白天聊到天黑，从天黑又聊到天亮。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聊了什么，但可以想见，两个清醒的楚国读书人坐在一起，能聊的无非是2件事：这个国家和自己的出路。范蠡一定把他在集市上冷眼观察到的一切都道给了文仲：贵族的奢靡，军队的腐败，百姓的麻木，边境的危机。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一定是平静的，像在念一份早已写好的诊断报告，因为他早就过了愤怒的阶段。愤怒是热血青年的专利，而他已经把自己训练成了一台冷静的分析仪。文仲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你想怎么办？范蠡的回答暴露了他性格里最核心的底色。他没有说我要改变楚国，也没有说我要推翻贵族，他说的是走，离开楚国。不是赌气，不是逃避，而是一种精准的、理性的、不带半分情绪的战略选择。就像下棋时发现一条路被彻底堵死，立刻换一条路走，不值得愤怒，不值得留恋，更不值得殉道。棋盘还大得很，这就是范蠡跟那个时代大多数读书人不一样的地方。春秋末期，人才流动早已频繁，所谓储才禁用早就是常态，但大部分人离开是因为在本国混不下去，是被动流亡。范蠡不一样，他是在还没入局的时候就主动选择了离开。这种主动是一个极致理性主义者最典型的特征，永远不做环境的囚徒。他和文仲开始筛选目标。北方的大国里，晋国6卿内斗不休，去了也是当棋子。齐国田氏专权，外人根本插不进去。秦国太远，且和中原文化隔阂深重，
他们需要一个有潜力、有野心，但极度缺人才的小国。只有这样，他们才有足够的议价权，才能真正站到舞台中央。最后，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南方，那里有一个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的国家——越国。越国地处今天的浙江一带，民风彪悍，断发纹身，在中原人眼里就是个半开化的地方。但越国的王族很有意思，他们自称是大禹的后代，一直憋着一股劲，想向中原证明自己不是蛮子。这种自卑和自傲搅在一起，催生出一种极强的扩张欲望。范蠡一眼认定就是这里了。他和文仲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在一个清晨悄悄离开了宛城，没有惊动任何人。邻居们大概以为那个疯子终于跑丢了，过不了几天就会彻底忘记。乡绅们大概还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再听那瘆人的哭笑了。范蠡走出城门的时候，回了一次头，不是留恋，是告别。他看了一眼楚国灰蒙蒙的天，看了一眼城墙上那些古老而腐朽的砖，然后转过身，把这片土地和他所有的规矩永远留在了身后。他不知道越国会给他什么，但他知道，哪怕越国也走不通，他还会继续走。只要腿没断，路就没绝。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在通往东南方的泥路上。他衣着普通，面容清瘦，看起来跟任何一个流民没什么区别。但如果你走近了看，会发现他的眼神里有一种让人不安的东西，太冷静了，冷静的完全不像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那不是少年人的意气风发，而是一个过早看透游戏规则的人，准备好随时掀桌子的沉着。他要去的地方叫越国，他要去见的人是越王。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去就是20多年的局，而他真正要战胜的敌人从来不是吴国，而是那个即将把他奉为座上宾，又随时准备把他剁成肉酱的君王。公元前496年前后，范蠡与文仲两个从楚国宛地走出来的读书人，终于站在了越国都城的泥路上。越国的城池远不如楚都郢城巍峨，街市上的人断发纹身，说话带着浓重的吴越口音。在中原人看来，这里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之地。但范蠡看到了另一种东西，这个国家的骨头很硬。刚即位的勾践接手的是一个正在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急速转型的政权。这种转型期的国家最缺的不是兵，不是粮，是能看懂天下大事的大脑。勾践对这两个远道而来的楚国读书人，最初并非全然信任，本土的贵族们也对这两个外来者充满敌意。范蠡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他没有急着争权，只是一次次在关键节点给出自己的判断。勾践想用他主持国政，他只说：兵戈之事我可以尽力，安抚百姓，治理内政，文仲比我更合适。他把最容易积累民望的行政大权让给了文仲，这不是谦让，是分工。范蠡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不是一个管家，他是一个操盘手。最初的几年，范蠡做的最多的事是劝勾践不要打。他说：国家的运势有满盈，有倾覆，有节制。你现在根基未稳，就想贸然挑起战事，只会把自己拖入深渊。可勾践也没听进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复仇，在夫交大举进攻越国，越军全线溃败，最后只剩5000残兵，被吴军死死围在会稽山上。粮草将尽，援军无望，灭国只在旦夕之间。勾践瘫在军帐里，对范蠡说：我悔不该不听你的话，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如何是好？范蠡的回答冷得像淬了冰的刀锋：你现在已经到了谷底，就别再端着君王的架子了，把姿态放到最低，送钱，送珍宝，送土地。如果夫差还不答应，你就把自己也送出去，拿你自己当筹码，换越国一条活路。勾践沉默了很久，最终同意了。他派文仲去吴营求和，开出的条件
极尽屈辱。勾践夫妇入吴为奴，越国全境归入吴国，世代为附庸。夫差在宠臣伯叔的劝说下动了心，却额外提了一个条件，范蠡必须跟着勾践一起入吴。这是夫差的试探，他想看看这个楚国人到底对勾践有多少忠心。如果范蠡拒绝，说明越国君臣本就离心，他大可以慢慢蚕食越国。如果范蠡肯跟着来，那等于主动送来了一个分量极重的人质。勾践看着范蠡，眼里满是恳求。范蠡只说，亡国之臣本就没资格谈国政，我陪你去。入吴之后，勾践夫妇住在阖闾墓旁的一间石屋里，给夫差养马、驾车、打扫公事。夫差每次出行，勾践就跪在地上，让夫差踩着他的背上车。夫差卧病3月不愈，勾践去探病，当着夫差的面尝了他的粪便，然后躬身道贺，说大王的粪便带着谷味，酸苦相合，是病气将散的征兆，很快就能痊愈。夫差被彻底打动了，觉得勾践是真心臣服，连最后一点防备都卸了大半。3年时间，范蠡陪着勾践在夫差的眼皮底下演了3年的顺民。公元前491年，夫差终于认定勾践早已没了半分反骨，不顾伍子胥的拼死反对，放勾践君臣归国。勾践回到越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柔软的锦被撤掉，在地上铺了一层柴草当床。他在房梁上悬了一颗苦胆，每天起床、吃饭、睡觉前都要先舔一口，让那股苦涩的味道把3年的屈辱和仇恨死死刻进骨头里。他亲自下田耕种，夫人亲自织布，吃饭不放肉，穿衣不穿，2层彩帛，举国上下都看到了一个知耻后勇的君王。但只有范蠡知道，这些动作里有多少是真实的仇恨，有多少是刻意的表演。勾践在演给谁看？演给越国的百姓看，演给吴国的间谍看，也演给自己看。他需要用这些仪式把那个在马厩里跪了3年的自己杀死，重新长出一个能举起屠刀的自己。范蠡不演，他只需要算。从吴国归来的那些日夜，范蠡曾对勾践说过一段话，很少有人读懂其中的含义。他说，吴国是越国的心腹之患，之前上天把越国交到吴国手里，吴国没有吞掉我们，现在上天把吴国送到了我们面前，若是我们不抓住这个机会，迟早会被反噬。这段话的逻辑里没有道义，没有恩仇，只有最赤裸的生存法则，吴越之间只能活一个。为了这一天，范蠡给勾践制定了一套环环相扣的战略，拆解开来是3条看不见的战线。第一条线是经济战，越国每年向吴国进贡最好的葛布、最精美的象牙、最难得的珍宝，这些东西看起来是臣服的表示，实际上每一件都是软刀子。葛布让吴国贵族穿惯了越国的布料，本国的桑麻织造业慢慢荒废，精美的器物让吴国的工匠都去追逐奇技淫巧，关乎国计民生的农具、兵器打造渐渐无人问津。最隐蔽的一招是粮食。范蠡让越国在丰收年景用高价大量收购吴国的粮食，只说进贡的额度不足，用粮食抵充。吴国的农户一看有利可图，纷纷把存粮卖给越国，连来年的种子都留得少了。卖着卖着，吴国的官仓、民仓慢慢就空了。等到后来吴国遭遇灾荒，想向越国买粮的时候，越国只说自己也欠收，1粒米都不肯给。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夫差看不透，因为他眼里只有地盘和军队，从来没有看懂过账本。除此之外，范蠡还在越国推行了一套完整的经济政策，丰年平价收粮，荒年平价卖出，既不让粮价暴涨伤民，也不让粮价暴跌伤农，稳定物价，充盈国库。这套后来被称作平价齐物的法子，不仅帮越国攒下了复仇的家底，
也成了后世农商治国的核心准则。第二条线是情报网，范蠡在吴国布下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情报网，核心节点有2个，一个是伯图，吴国的太宰，贪财好色，早就被越国用重金和美女收买，成了夫差身边最隐蔽的内鬼。朝堂上的每一次争论，夫差的每一个决定，伯学都会在第一时间把消息送到范蠡手里。另一个是后世流传千年的越女西施，她是范蠡从越国民间寻来的女子，被送到了夫差的后宫。她的作用从来不是简单的让夫差沉迷女色，那太低级。她是夫差身边最贴近的眼睛和耳朵，夫差的一举一动，一喜一怒，身体的状况，朝堂的情绪，顺着密道传到范蠡的案头。范蠡从不指望他在枕边吹什么亡国风，他的任务只有一个，让夫差快乐。一个被欲望填满，永远处于快乐中的人，会做出更多轻率的错误的决定，而错误就是范蠡需要的空隙。第三条线是心理战，这是范蠡最擅长的领域。他太清楚夫差的性格弱点，刚愎自用，极好面子，听不进半句逆耳忠言，所以他让越国对吴国百依百顺，夫差要什么给什么。夫差想称霸中原，越国甚至主动派兵跟着出征，把姿态放得低到了尘埃里。时间久了，夫差就真的把越国当成了一条温顺的狗，再也没了半分防备。同时，他借着伯差的手，在朝堂上不断放大伍子胥和夫差的矛盾。伍子胥是吴国唯一一个看穿越国野心的人，他的每一句警告，在夫差听来都是老臣的啰嗦和倚老卖老。范蠡要做的，从来不是直接除掉伍子胥，那会让夫差瞬间警觉。他只要让夫差自己越来越讨厌伍子胥，越来越听不进他的话就够了。伍子胥的死注定是夫差自己下的令。范蠡没有碰过那把剑，他只是轻轻推了一把，让夫差自己拿起了刀。公元前484年，伍子胥死了，夫差亲手刺下鼠漏箭，逼这个帮他父亲打下吴国霸业的老臣自尽。伍子胥临死前对着使者怒吼：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姑苏城的东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国的军队打进来。范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越国深山的训练场上，士兵们在练习射箭，箭矢破空的声音像一群惊鸟从头顶飞过。他站了很久没有说话，只是继续看着士兵训练。旁边的人以为他在哀悼伍子胥，不是，他只是在心里把那盘下了10几年的棋又从头到尾推演了一遍。伍子胥这颗最关键的棋子被拿掉了，剩下的路再也没有阻碍。但他没有立刻让勾践出兵，他又等了2年。这2年里，他做了2件大事。第一，他让越国的军队脱胎换骨。越国的兵员多是山民，单兵作战能力极强，但纪律涣散，不懂阵法。他用了一套近乎残酷的训练方法，士兵犯错，全队连坐；军官临阵脱逃，全队斩首。他把一支民风彪悍的乌合之众磨成了一台令行禁止的战争机器。第二，他一直在等一个天时，一个能让吴国主力远离本土、国内空虚的时机。公元前482年，这个天时终于来了。夫差率吴国全部精锐主力北上黄池，与晋国争霸。都城姑苏只留下老弱残兵和年幼的太子。时机到了，越国发兵4万，分2路进攻吴国。一路由范蠡率领，从海路入淮河，切断夫差主力的回援之路；另一路由勾践亲自率领，从陆路直扑姑苏。这一仗，越军势如破竹，一举攻破姑苏城，焚烧了吴国的宫殿，俘虏了吴国太子友。夫差在黄池听说国都被破，急火攻心，却不敢把消息传出去。他还在跟晋国争诸侯盟主的位置。他连杀了7个前来报信的使者，死死封锁消息，硬撑着完成了盟誓，才带着疲惫不堪的军队星夜回援。可吴军早已军心涣散，加上长途奔袭，
根本不是养精蓄锐的越军的对手。夫差只能派人向越国求和，割地赔款，献上无数珍宝，才换得越军退兵。这一刀没有直接致命，却切断了吴国的大动脉，剩下的只是等他慢慢流血而死。又过了9年，公元前473年，越国再次大举进攻吴国。这一次没有议和，没有退路，越军将姑苏城围了整整3年，城里的粮食吃光了。守军先是杀马，后来开始吃人。夫差一次次派使者光着上身跪在勾践面前求和，姿态放得和当年会稽山上的勾践一模一样。勾践有好几次都动了恻隐之心，想答应下来，每一次都是范蠡拦住了他。范蠡说：“您忘了当年会稽山上的事了吗？上天给的机会，你不抓住，就会反过来被他惩罚。”这句话说得很重。他提醒勾践：“你曾经给夫差当了3年的奴隶，受尽屈辱，你今天放过他，明天他就会让你重新跪下去。”勾践沉默了，最终拒绝了夫差的求和。夫差在姑苏台上听完了使者带回来的消息，笑了。他说：“我老了，不能再伺候越王了。”他用布蒙住自己的脸，然后拔剑自刎，吴国就此灭亡。勾践站在吴国的废墟上，看着姑苏城的漫天火光，压了20年的屈辱和仇恨，终于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他转过身，看着站在身后的范蠡说：“寡人今日能灭吴称霸，全仗上将军之力。寡人要封你为上将军，统帅越国全国兵马，与寡人共分越国。”范蠡跪下来，额头触地，说了3个字：“谢大王。”他抬起头的时候，看了勾践一眼，勾践的眼睛里满是笑意。但范蠡看清了笑意底下的东西，那是一层极薄的膜，膜下面是警觉，是猜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含义。范蠡知道那是兔死狗烹的前奏，他不是猜的，他是从勾践这20年的每一个细节里一点点推演出来的。当天晚上，他回到自己的住处，铺开一片帛，给文仲写了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他把帛卷好，塞进一个竹筒里，让亲信连夜送去给文仲。然后他开始收拾行李，没有带金银，没有带珍宝，只带了几件换洗衣物和一点干粮。他乘一艘小船，从海上悄悄离开。他没有回头，船在夜色中向东驶去。但故事还没有完，不，准确地说，最关键的那盘棋才刚刚落下第一子，离开的那条路线被他精心计算过。不走陆路，因为陆路有关卡；不走大江，因为大江上有吴越的水师。他走海路，沿着海岸线向北。在那个时代，海上是没有人管的地带，出了海就等于从勾践的地图上消失了。船驶出去大约2个时辰，范蠡才回头看了一眼，越国的海岸线已经变成了一条模糊的灰线，勾践的城池、勾践的军队、勾践的庆功宴都缩成了看不见的点。他坐在船头，海风吹着他的头发，月亮很大，照的海面像一块铺开的银箔。他想起了文仲，不知道那封信文仲收到了没有。他猜文仲不会走，文仲跟他不一样，文仲是那种功成名就的人，他舍不得。他觉得自己有功于越国，勾践不至于那么绝情。他以为兔死狗烹只是一句警示，不是勾践会亲手做的事。范蠡没有回头去找他。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代价。文仲选择了信任，他选择了逃跑。谁对谁错，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时间很快就给了答案。范蠡走后，文仲收到了那封信，他半信半疑，却也开始心生警惕，从此称病不朝，不再过问朝堂之事。可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有人在勾践面前诬陷文仲，说文仲心怀不满，想要谋反。勾践本就对这个功高盖主的老臣心存忌惮，
正好借这个由头赐给文仲一把鼠漏剑，正是当年夫差赐死伍子胥的那把剑。勾践让人给文仲带了一句话：你交给寡人伐吴的7条计策，寡人只用了3条就灭了吴国，剩下的4条你带着去地下帮寡人的先王试试吧。文仲拿着剑看着勾践的使者，终于明白了范蠡心里的话，他苦笑一声，拔剑自刎。和伍子胥一样，和那个时代无数功高盖主的臣子一样，死在了自己倾尽一生辅佐的君王手里。而此时的范蠡已经到了齐国，他改名换姓，自称狐疑子皮。他选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枯夷是一种皮质的酒囊，可以装酒，也可以装人。伍子胥死后，夫差就是把他的尸体装进枯夷，扔进了江里。范蠡取这个名字是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逃就是这个下场。这个名字是他给自己刻的警示牌。他在齐国海边找了一块荒地开始耕作，一个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上将军，现在弯着腰在泥地里拔草，没有人认出他。他的口音是南方的，齐国人只当他是吴越那边逃难来的难民。但范蠡的脑子不会因为弯腰劳作就停下来。他在耕田的时候，脑子里还在算账，算土地的收成，算粮价的波动，算商路的远近。他发现齐国的商业远比越国发达，而商业的本质跟打仗一模一样。信息差、时机、筹码，他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夫了。他开始做买卖，粮食、盐、布匹、陶器，什么能让百姓得利，什么能让市场流通，他就做什么。他有一种异于常人的能力，总能比市场早一步知道某样东西会在何时何地出现短缺，提前把货运过去，赚取合理的差价。这不是运气，这是他多年操盘国家战争练出来的本能。战争和商业底层逻辑是相通的，你要比对手更早看到趋势，然后用最少的筹码撬动最大的收益。几年之内，他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齐国人开始注意到这个沉默寡言的外来者，有人传说他原来是越国的上将军，有人说他只是一个眼光独到的商人。齐国的国君听说了他的名声，派人来请他，想让他做齐国的相国。范蠡听到这个消息后，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儿，他拒绝了。不但拒绝了，他还把所有的家产分给了周围的乡邻和穷人，只留下一些随身的衣物，带着家人连夜离开了齐国。他说：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不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这段话看起来像一种朴素的知足哲学，但范蠡的潜台词要冷得多。在权力的游戏里，顶峰就是悬崖，你站在最高的地方，下面所有人都想把你推下去，而最想推你的那个人，恰恰是请你上来的人，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的威胁。你的功劳越大，他的功劳就越小；你的名声越响，他的光芒就越暗。这不是猜忌，这是人性。范蠡太了解人性了，他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他离开了齐国，一路向西到了陶地。陶地是当时的交通枢纽，位于今天的山东定陶一带，水陆交汇，商贾云集。范蠡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地方，他管这叫天下之中。他在这里定居下来，改名叫陶朱公。朱是红色，也是财富的颜色。这个名字后来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陶地的19年里，他做了一件事：赚钱、散钱，再赚钱，再散钱，反复3次。每一次赚钱，他都用自己的商业眼光精准操作，看准各地的物资余缺，在合理的范围内周转贸易，薄利多销。诚信经营反而让他赚得更多，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但每次当他积累到1000金以上的财富时，他就会停下来，把大部分钱分给那些贫穷的朋友、远亲和乡邻。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钱多了，
不是福，是祸，这不是谦虚，这是他用自己的命换来的认知。在封建王权面前，没有武装保护的巨额财富就是一块挂在脖子上的磨盘，你不扔掉它，它就会把你拖进水里淹死。范蠡之所以能一次次的富起来，是因为他一次次的散掉，他像一条鱼，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饵，什么时候该吐钩。每一次他咬住财富的饵，尝到甜头之后，就立刻吐掉，游走。那些舍不得吐钩的鱼，最后都被钓上来了。他活成了那个时代最自由的人，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随时可以放下。但他的自由是有边界的，那个边界是他算不到的地方。在陶地的日子，是范蠡一生中最平静的时光。没有人要杀他，没有君王要提防，没有勾践在背后盯着他的后颈。他娶了妻子，生了3个儿子。大儿子跟着他吃过苦，知道钱来的不容易，把每一文钱都看得极重。2儿子和3儿子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殷实了，没受过什么穷，性子也更散漫随性。3个儿子，3种性格。范蠡看着他们长大，心里清楚每一个人的弱点，但他没有去纠正，不是不想，是觉得没必要。他这辈子一直在纠正别人，纠正勾践的急躁，纠正文仲的迟钝，纠正夫差的傲慢。他累了，他想，儿子们的事随他们去吧。可他不知道，正是这个随他们去，会让他付出此生最惨痛的代价。2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了楚国的死牢。消息传到陶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杀了人就要偿命，这是楚国的律法。信使愣住了，以为范蠡会立刻想办法救人。范蠡确实在想办法，他不是无情，他是太清楚，在楚国的律法面前，一个陶地商人的儿子跟一只蚂蚁没有区别。想救人，只有一条路，用钱打通关节，求楚国的贵人出面，把死刑减成活罪。这种事在那个时代不稀奇，楚国官场的规则他很早就懂。他准备了1000亿黄金，装进粗布箱子里，叫来3儿子，告诉他去楚国找我的老朋友庄生。庄生这个人清高，从不收礼，你把黄金送到他家，什么都不要说，放下就走，他会帮你办事。事情办完也不要问，不要留，立刻回来。3儿子点头，转身就去准备行装。但长子站了出来，他说自己是长子，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理应由他去，让3弟去。外人会说他这个做大哥的不孝不悌。范蠡拒绝了，长子不肯，跪在范蠡面前，说父亲如果不让他去，他就死在面前。妻子也在旁边劝，说让老大去吧，老二已经出事了，再把老大逼出个3长2短，这个家就散了。范蠡闭上眼睛，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那段时间里，他脑子里一定在飞速计算长子去会出什么问题。长子从小跟着他吃苦，对钱看得太重，到了楚国，他一定会舍不得那1000亿黄金。庄生那个人最恨别人的不信任和讨价还价。如果长子心疼钱，在庄生面前露出一点犹豫，庄生就不会再帮忙。而一旦庄生撒手，2儿子就必死无疑。这笔账他在几秒钟之内就算清楚了。结论是长子去，2儿子死。但他阻止不了，因为阻止长子的代价是长子真的会走上绝路。他算得清天下的账，却算不清一个儿子的执念。长子跪在地上，额头磕出了血，那不是算计，那是真心。那是一个哥哥要救弟弟的真心，也是一个长子要证明自己的真心。范蠡这辈子见过无数真心，但那些真心都是别人的筹码。眼前的这个是他儿子的，他妥协了。他告诉长子，你去吧，但记住一件事，到了楚国，把黄金交给庄生，什么都不要说，马上回来，不要在楚国多停留1天，更不要插手任何事。长子满口答应，带着黄金出发了。他带着1000亿黄金到了楚国，找到庄生的家，发现那是一个住在城郊的破落院子，茅草屋顶，
竹篱笆墙。庄生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但眼神清亮。长子把黄金放下，说是父亲让他送来的。庄生看了一眼箱子，说知道了，让他马上离开楚国，不要问，不要等，就算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是怎么回事。长子出了门，走了几步，停下了。他心疼，1000亿黄金那是家里大半的积蓄，就这么给了一个住在破院子里的穷老头，万一他办不成事儿呢？万一他把钱吞了呢？长子越想越不安，他没有听父亲的话离开楚国，而是留在了城里，用自己私下带的钱又去找了楚国的其他达官贵人，想给自己的就地计划上个双保险。他不知道，庄生虽然清贫，却在楚国朝堂上有着极高的声望，连楚王都对他言听计从。庄生收了黄金，转头就对妻子说，这是陶朱公的钱，事成之后要尽数归还，一分都不能动。他本来已经打算好了，找个合适的时机去见楚王，用天象有变，宜大赦天下，以消灾的理由，让楚王下令赦免囚犯。大赦令一下，二儿子自然就能平安出来。可长子找的那些贵人把事情彻底搅乱了。没过多久，长子就从那些贵人嘴里听到了消息，楚王要下大赦令了。他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心疼。那1000亿黄金白花了，他越想越亏，转身就去了庄生家。庄生见到他很惊讶，问他怎么还没走。长子说，我还没走，我弟弟马上就要被大赦了，特意来跟您辞行。庄生一听就懂了，这是来要回黄金的。他摆了摆手，说黄金在里屋，你自己拿走吧。长子拿着退回的黄金，心里还松了一口气，钱保住了。他以为弟弟的事板上钉钉，不着急。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举动彻底把弟弟推上了绝路。庄生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清誉和信义。他觉得自己被这个毛头小子狠狠羞辱了，他转身就进了宫，对楚王说，大王之前要大赦天下，本是好事，可我现在听说，陶地的富商陶朱公的儿子杀了人，关在楚国的牢里，他家拿了很多钱贿赂大王身边的人。大王的大赦不是为了楚国的百姓，是为了放陶朱公的儿子。楚王听完勃然大怒，他下令先把杀人的范家二儿子斩首示众，第二天再下大赦令。二儿子死了，长子抱着弟弟的尸体跪在楚国的刑场上嚎啕大哭。他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不让他来，但他明白得太晚了。消息传回陶地的时候，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早就知道会这样。他不是在炫耀自己的先见之明，他是真的早就知道。在他点头让长子去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算到了这个结局。可他算准了长子的性格，算准了庄生的反应，算准了楚王的决策，却唯独没算准自己一辈子的逃亡早就给这场悲剧埋下了伏笔。长子为什么不听他的话？不是长子叛逆，是这个一辈子都在飘着的父亲从来没有给过他真正的信任和认可。长子执意要去，是想救弟弟，更是想向父亲证明自己不是他眼里只会心疼钱的孩子，自己能扛得起这个家。而他自己一辈子都在逃避羁绊，从来没有真正陪过儿子们，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自己为什么一次次散尽家财，为什么一次次转身就走。他和儿子们之间隔着的不是钱，是他一辈子颠沛流离筑起来的那道厚厚的墙。他阻止不了长子去，因为阻止的代价是长子真的会走上绝路。他最终选了长子的命，赔上了二儿子的命。这是他算出来的最优解，却是他人生里最惨的败局。他算对了所有事，但他没有赢，这是命运给他的最辛辣的嘲讽。他算尽天下，却算不尽人心，不是因为他算力不够，是因为人心根本不按算力出牌。风从旷野上吹过来，把他面前的一盏油灯吹灭了，他没有再点，就那么坐在黑暗里，
一动不动。远处传来狗叫声，一声接一声，像在哭。他就那样坐着，从深夜坐到天明。天光从院墙的缺口漏进来，照在他的脸上。那张脸上没有泪，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情绪的东西。但如果你凑近了看，你会发现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不是害怕，是那种把话咽回去之后，身体替他说出来的颤抖。他想说什么？不知道。也许他想说，我算对了，又怎样？也许他想说，我这辈子到底图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没想，只是累了。一个能算尽天下的人，最后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这不是失败，这是讽刺。命运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他，你不是神，你只是一个比普通人看得更远，却一样无能为力的凡人。他活到了近90岁，在那个年代，这几乎是神话。后世的商人供奉他的牌位，求他保佑生意兴隆。他们叫他陶朱公，叫他商圣，叫他财神。他们把他供在神龛上，烧香磕头，求他赐福。但他们不知道，他这辈子最怕的东西就是钱。他散尽家财3次，不是因为高尚，是因为恐惧。他太清楚了，在那个时代，钱不是福，是祸。没有权力保护的财富就是一块肥肉，谁来了都想咬一口。他不是神，他只是比所有人都更早地闻到了刀的味道。他成了谋圣。后世的谋士读他的故事，学他的计策，想学他功成身退的智慧。他们背诵飞鸟尽，良弓藏，以为这6个字就是免死金牌。但他们不知道，他这辈子最想退出的不是官场，不是商场，是人心这场永远算不完的局。他逃了一辈子，从楚国逃到越国，从越国逃到齐国，从齐国逃到陶地，从财富逃到贫穷，再从贫穷逃到财富。他像一只被猎狗追了一辈子的兔子，永远在跑，永远不敢停下来。不是因为他不累，是因为他知道停下来的代价就是死。他成功了，他活到了88岁，善终。在那个年代，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但这份成功的底色不是热血，不是理想，不是越努力越幸运。底色是恐惧，是清醒，是冷冰冰的计算，是每一次站在巅峰时立刻转身逃跑的果断。这不是值得羡慕的人生，这是一个被时代逼到极致，然后把自己活成一台机器的人的悲剧。但他又是幸运的，他至少活着。文仲死了，伍子胥死了，勾践和夫差也死了，他们都被自己的欲望和执念烧死了。只有范蠡因为怕死，所以活到了最后。他的怕救了他的命。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那个问题，范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盯着他功成身退、三散千金的光环，也不能只盯着他算死儿子的悲剧。我们需要把他放回那个时代，放回他自己的身体里，去看一个血肉之躯如何在乱世中用极致的理性把自己锻造成一把刀，又如何在刀刃向内时发现自己终究是肉身。他首先是一个清醒的时代病人。春秋末期，礼崩乐坏，陈弑君，子杀父，国灭国是常态。在那个时代，忠诚是最昂贵的奢侈品，信任是最危险的赌注。范蠡比谁都早地看透了这个游戏的底牌。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不散的宴席，只有不死的猜忌。他的逃跑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疼。他亲眼看着伍子胥被刺死，看着文仲被逼自尽，看着勾践如何用20年的隐忍换来一朝翻脸。他不是预言家，他只是一个善于总结规律，并且敢于服从规律的理性主义者。他的每一次逃离都是对那个时代病态逻辑的精准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范蠡的成功恰恰是时代的失败。一个逼着最优秀的人不断逃跑的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他是一个将工具理性推到极致的人。他把国家当棋盘，把君臣当棋子，
把情爱当筹码，把财富当累赘。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如何用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生存概率的操作手册。他的决策从不掺杂情感，献西施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时局需要；弃文仲不是因为不义，而是因为劝不动分毫；让长子复楚不是因为不疼，而是因为他早已算透了所有结局。他用理性消化了所有痛苦，把每一次选择都变成了冷冰冰的算式。这种能力让他在那个吃人的时代活了下来，但也让他付出了代价。他把自己也变成了一颗棋子，他不再是下棋的人，他是自己理性的奴隶。他的悲剧不在于失败，而在于算对了却输了。他算对了勾践会杀功臣，所以他逃了；他算对了财富会招来灾祸，所以他散了；他算对了长子去会导致次子死，所以他拦了，但拦不住。这是人生最扎心的一笔。他可以算尽天下，却算不尽人心。不是他算力不够，是因为人心不按算力出牌。儿子的执念，妻子的眼泪，长子跪在地上磕出血的额头，这些不是变量，是温度，而温度是算不出来的。范蠡一辈子用理性操控别人，最后被最亲的人的不理性反噬。这告诉我们，理性可以帮你赢下天下，但赢不回一颗心。你可以精确计算出敌人的下一步，却算不出儿子为什么宁可死也要去。他既不是圣人，也不是英雄，更不是懦夫，他是一个清醒的逃亡者。他不屑于做圣人，因为他太清楚圣人的牌坊下面压着多少白骨。他不想做英雄，因为英雄的结局往往是狡兔死，走狗烹。他也不是懦夫，懦夫是被恐惧压垮的人，而他用恐惧驱动自己，跑赢了同时代几乎所有人。他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种自由比权力和财富都难，因为他需要你放弃权力和财富。他做到了，但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他始终是孤独的，他不敢深爱，不敢深交，不敢在任何地方停下太久。他像一个永远在赶路的旅人，风景再好也只是路过。他最后的失败恰恰是他最像人的时刻。二儿子死后，他没有哭，没有愤怒，只是说我早就知道。但他在黑暗里坐了一整夜，那一刻他那台运转了一辈子的理性机器终于卡壳了。因为他发现无论怎么算都算不出一个让他不痛苦的结果。他算对了结局，却算不赢命运。命运给了他一个残酷的礼物，让他活着，却让他看着儿子死去。这是对他一生理性的最大嘲讽，也是对他一生逃避的最大惩罚。你逃过了所有的刀，却逃不过自己的心。所以范蠡到底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囚徒。他用自己的才华为自己打造了一座精密的没有死角的堡垒，却把自己关在了里面。他保护了生命，却牺牲了温度。他赢得了自由，却输掉了牵挂。他不是我们的榜样，也不是我们的反面教材。他是一个极端环境下的极端样本。他告诉我们，人可以理性到什么程度，理性又可以伤人伤己到什么程度。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没有背景的读书人想要活下去，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把自己变成机器。而今天的我们，幸运的不必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不必像他那样，每一次选择都押上性命。我们可以犯错，可以犹豫，可以在该走的时候舍不得走，可以在该放手的时候抓得更紧。我们可以哭，可以笑，可以为不值得的人和事感动。这些不是缺陷，是特权，是我们还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相对讲规则的时代里才配拥有的奢侈。范蠡用一生证明了一件事：人可以算尽天下，但算不尽人心。这不是他的失败，这是人心的胜利。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归根结底不是棋局，你也不是棋手，你是一颗子，一颗有温度、
会疼、会犹豫、会犯错的子，这就够了，夜深了。谢谢你今晚留在深入历史，愿你有牵挂，也有归途，能算清生活，也能拥抱人心。晚安。